大家好，欢迎回到目光塔罗的频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和下一任在一起的甜蜜的时刻、浪漫的瞬间，然后相处模式等等一系列的探讨。一共是3组牌，这边第一个是草莓味马卡龙，第二个是香草味的马卡龙，然后最后是巧克力味的马卡龙，把它当成一个整体。那在选马卡龙之前，我们先深呼吸，集中注意力，放空大脑。大家可以通过点赞、订阅和本视频交换能量哦。面前的3个指示物，大家凭借第一直觉选择有感应、最有缘分的一个马卡龙吧。我们开始解读咯。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呀。首先这个牌阵是一个恋人十字牌阵，因为它镜头里放不下，这边我就调整了一下它的位置。这边3张时间流，然后这边两边是你们2个分别的在一起时候的状态。首先这组就是非常年轻纯净的2个灵魂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你们在一起所迸发出的那种氛围感，它就是很圣洁的，很梦幻的，它就有点像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你只能用一些比方，就比方说这个马卡龙，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还可能舌尖没有品尝到是什么质地、什么口感，这种甜蜜的感觉就从心里面，就在嘴里面就化开来了，就给人很多梦幻实现了的感觉。而且你们走在一起就是那种很有氛围感，就自带 BGM。就这个人，他想到你，他可能不一定是先想到你的具体的形象，可能他先会想到一首歌，然后你身上香香的那种有点水果的味道啊，洗液的这种味道，那不知不觉，可能你们走在路上，要么很容易碰到一些电影的拍摄场景，要么你就会觉得就是某首歌的 MV 在演你们，或者你们就在演出某个剧情的这个感觉，就从始至终带有的一种不现实的力量，好像就是你碰到他，你整个人就软下来了。这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软，就是你整个身心就放松下来了，在一起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而且因为其实就是这张 Ace of Cups， 就在一起之前就有点那种情侣之间暧昧的感觉了，或者说在遇到之前已经有所预兆，你知道你会遇见他，有生命里面给你安排的一些预兆，在梦境里面，或者在一些你后来才能想起来的画面里面，就早已埋下了很多伏笔的感觉，所以你们一见面一碰到就能认出对方，一下子可能拉回你过去遗忘的记忆，并且这些记忆鲜活起来了，可能甚至会有一时间分不清我在哪里见过你，是现实还是梦境啊，这种感觉，熟悉的陌生感。然后对方这边星币4逆位，也就是说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这个人他恰好是想要谈感情的，就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已经很安定了，好像就是唯独感情这边缺了一块拼图，然后你们就正好是2个有才华的人、有梦想的人碰到一起，走到一起。你这边圣杯侍卫，他看你，他会觉得你点燃了一些他埋藏已久的梦想，他能给到你一些很强烈的信念感，就是你的一些想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天马行空的，但这个人他能够包容，他能够接纳，他是照单全收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会让你相信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是空谈，就你们俩可以在一起能够做梦的那种感觉，但是对方他能用他那种实际的行动力，然后推波助澜，把你的梦想去变成现实。这组在一起会有很多，不能说是大场面，但是会有很多梦想成真的时刻，可能你就是随口提了一句话，甚至你自己忘记的事情，对方他默默的都有记住，然后他会准备一些有仪式感的那种惊喜，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好像都串起来了，就是你在这边没心没肺的倒腾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对方就有点像妈妈一样，就帮你善后，帮你去兜住很多，然后他会觉得你的有些想法很好，他想要帮助你，就是他会觉得你需要更多的扶持，他在现实里面会帮你去打点很多事情，然后你在自己的领地里面驰骋翱翔，然后最终你们碰到一起，会擦出那种很浪漫的火花，就这一组的求婚，或者是这种有仪式感的场景，会有点像大家会在 Taylor 演唱会上，在他唱那首 Love Story， 歌词唱的那句 Marry me Juliet You'll never have to be alone 的时候，突然就下跪。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一些约定是秘而不宣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宫崎骏蛮早期的一部动画，叫侧耳倾听，就2个高中生，那个男生带那个女生，男生骑车载女生到那个山顶看日出，看风景，就那一瞬间的美景，然后山上就你们2个人，就他们2个人，就你们跟天地万物之间融合在一起的那种画面，就特别的就是你们看上去是很渺小的2个人，但是你们就是站在那种非常宏伟的、非常有自然景观的那种保护下、庇佑下，那种场景会特别多。反正浪漫的瞬间不在那种很世俗的环境里面去产生的，要么是在家，在固定的场所，要么就是在很有灵性的一些地方，然后让周围的一些景色去见证你们的一些感情，然后对方这个人他有一些自己的心思
思跟计划的，就看上去木讷，看上去做不出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这个人内心小剧场一大堆，甚至他可能会去到处咨询，或者问别人看书研究什么的，就看上去是他一直在扶持你的梦想。某种程度上，你也不知不觉点燃了他的很多计划，就是你让他一些尘封已久的想法付诸实践，显化在现实中了。所以这一组的结合就是天使般的结合吧。我又想到罗密欧朱丽叶那首唱词，就是某天两颗孤独的心依偎在人世间，忘却黑暗岁月，唤醒柔软诗篇，就是绝对的。我觉得是纯爱之光，就这个能量，它可以很热烈，你们两个可以很热烈，就也绝对可以很热情似火。但是对方他很小心翼翼，他不愿意去破坏什么东西，他不想让自己觉得好像这一切就很轻易的去占有了，所以他在默默的守护你身上的那种纯粹，很小心，然后很缓慢，就两个人拉手拥抱也是有的。但他是不经意间的，他不是为了有点像履行某种情侣之间的义务啊什么，他不会刻意做这个事情，就可能马路上走到一半，大家就是各走各的，好好的，然后你可能躲车往他这边靠一下，然后他马上就100搂过了，就是这种感觉，就他能够很敏锐地捕捉到你当下的需求，然后你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他那根神经一直是在你身上紧绷的，就是他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给到你那种需求上的反馈，恰到好处，就那么几个瞬间，你会记忆得非常深刻。而且这个人他的精神跟生活物质是很独立的，他不会向你索求什么东西。然后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的形象，大家人设都是蛮确定的，有个定位。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出现，或是陪伴，或者你们会一起去完成一些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场景，就是在你曾经的岁月里面留下遗憾的那部分，会被一点点填满。你可能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但是好像就有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这个人只要一出现，他就有那种一点点点亮了你过去岁月里面的那些昏暗的角落，那些没有被点上的蜡烛，此刻都被照亮了，然后有源源不断的爱意在流淌，而且中间这个时间的性质牌出现正位的情况下，你们的感情也会感染到身边的其他人，就看上去它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但是会莫名其妙给周围人一种很强的那种渲染能力，就是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首歌，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写歌，或者共同去创造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他在扶持你的梦想嘛，所以你可以大胆做梦，你可以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要干过的事情，或者你只是随口一想，随口一提，但是好像没有很大的动力去付诸实践的这个事情，梦想得到实现，这个人就是他其实也在考验谁能够真正的打开他心房那种感觉。就在这之前，他是比较 old school， 比较那种传统古板封闭的一个状态，他也在等，然后你其实一直做自己就可以了，你这段关系不需要就是见了面谁要改变什么，没有看到那种大家要为了在一起要做很多妥协调整磨合，它的秘诀就是互相守护彼此内心的那束光芒，点燃那份梦想，然后让它源源不断的去把你们揽在怀里，就你们两个共同的梦想是眷顾着你们的感情的，很甜美。就这一组，我愿称之为是纯爱之光啊。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子的对象，欢迎给我各种反馈，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个点赞订阅，然后挂个小铃铛哟。欢迎选择香草味马卡龙的朋友们呀，这里是第二组，这其实是一个恋人十字牌阵，然后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牌，我就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边3张是相遇在一起的时间流，然后这边是你的状态，这边他的状态，然后这边分别出现的是星币侍卫以及星币女皇。首先你们两个就是基因上的选择，要么是上一世就是有羁绊的，要么就是有特别多的相似点，或者是命盘里面印的能量蛮强的，就是那种求稳的，然后家境也是不错的。就是撇开中间这3张牌，就光是这2个人设，两个人就看2个人的牌就已经冲破所有阻碍了，完全可以承受各种各样挑战的。这段关系绝对的坚强，绝对能打。就是会出现一种情况，你们可能还没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周围人就在摁头磕你们 CP 了，大家都觉得你们俩肯定是一对，或者你们俩肯定有情况，而且甚至是双方的父母，双方很亲密的朋友都是知道的。而且星币侍卫是你这边会特别依赖他，你这边会相对他而言就是他能给到你很强的那种安全感，他更稳定，他更加的强一点。就你这边还在不断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可能也对感情不一定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他对这段感情是比你要更坚定的，就是他完全的这种胜券在握，但不会表现出来，表现的比较佛系，就不是那种激进派的。然后在一起最好的一点就在一起，其实跟没有确定关系前是差不多的，
没有很大的变化，没有很强的那种心理落差，就是有些感情可能好像就前期上头一下子，然后过了这个阵，你可能就会下头，或者有很多问题冒出来。但是这组就是始终是给人感觉很铁，就是流水的桃花，铁打的对方的感觉，中间也确实会碰到一些挑战啊，就遇到之前，包括可能在确定关系初期都会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两个人没办法很好商量，一些事情就是没办法直接讲，但是确定关系之后，它不像是语言来确定的，而是一种成年人的默契，这种感觉大家身体触碰到了一起，好像那个感情的开关就被打开了，然后你就发现好像自己好像很长时间或者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有过这种爱的感觉，但是碰到这个人就一瞬间那种电光火石啊，很微妙。就很奇怪的点是，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前，都像两座雕像一样，稳如磐石。你算是个小雕像，他算是个大一点的雕像，就看上去是没有那种爱，看不出什么浪漫情怀，或者是有爱情幻想的一个人。但是到一起之后，就是两座雕像融化成了一滩水泥，就是混在一起了这种感觉。然后这边过去未来都是有宝剑能量，融合的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主动贴对方，但后面就是你们开始互相探索一些新的东西，互相向对方身上学习了。就是这一组其实是身体来占主导的，就是身体先确定，然后后面语言上打开话匣子那种感觉，先身体后思想。就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会让你觉得发现一个新大陆，他有很多传奇故事。对方这个人不论他是男是女，就是他看上去是一尊雕像，但这座雕像他见证了很多人很多故事，他心里是一个宝库啊。他会在一起之后会慢慢告诉你，你会向他去求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很喜欢听他讲话。就他这个人，其实这个人是话不多的，就是你不问他，他是不会讲的。但是就是你们一起讨论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冷不丁他会用一些很正常的语气，然后说一些闻所未闻的，甚至是毛骨悚然的事情啊，就是也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系。但是这边其实两个人的工作性质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就是可以互相理解的那种感觉。他是家族的选择，但是又不像是相亲，主打就是一个本是同根生，但对方的位阶可能要更高一点，就他的知识涵养啊，或者他一些很智慧的品质啊，是蛮深沉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一个人。就这组的浪漫有点像你们自己偷着乐，外人是看不太出的，只会觉得你们很配，但他们只能看到很表层很表层的一面，他们不知道你们心灵的这种默契感啊，其实扎根在很深的这个地方的，就是它天然具有一种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不是说大家出去玩，只有你跟他，没有其他人，它是有些事情你们只有彼此才知道，他没有晒出来，就外人是不清楚的。就这一对在一起那种幸福感，就是在于说你们有自己的时间，就牌都是很隐晦的在传递信息，就是对我也是有封闭感的，让我觉得你们有自己的一个对话的空间，甚至会创造出一些就你们自己知道的梗，一些秘密的语言，或者玩一些暗号，或者让我觉得在打哑谜的感觉就很甜蜜。因为没有呈现出那种具体的场景啊，就不像那种套路式的恋爱，要一起去干嘛，然后分享，或者去什么地方打卡，或者给什么承诺，这些都是很隐晦的。就是你一碰到他这个人，你就觉得什么都对了。就简单一句话，让我想到西城男孩的这首歌，就是 Amazing， 就是 We can be more than just amazing， 就是我们远远可以超越那些别人想象出来的经验，就我们在一起就是奇迹，那种感觉就是创造奇迹的一对啊。无论是两个人的工作还是未来，就大家的认知是差不多的。这组最甜的地方就是大家底子都非常好，家庭氛围都非常好，属于就是比较正常的家庭啊。然后他就是有种你内心不确定的事情，在碰到这个人之后，你确定了，你会很有安全感，然后不会去想要去证明这段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它本身它的存在就是一种真理，就是上升到这种程度，就这个星币排出来，天生你们就要结合在一起做家人的，就一开始他就超越了一些伴侣，超越了情侣啊对象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开始星币思维，还是对感情是有幻想的，是有一些自己的操作啊，或者是计划。但是你碰到这个人之后，就是你不会有幻想了，因为你没有不安全感。就人一旦有幻想，才会把这种幻想投射在其他人身上，然后你一旦有落差或者得不到，心里就会不开心。但碰到这个人，就是你的心性会变得非常的稳定，你们彼此是融合在一起的。前期的时候是你比较依赖他，后期的话就是互相求教的一种关系，他是能给你带来力量的一个人，能让你觉得无所畏惧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说这个有火元素，
土元素很强的，属于真的是强强联手，因为火土是两个超阳性的能量啊，在一起之后，它反而会被你带动起来，变得年轻，然后会卸下一些他的面具啊，一些长年累月需要他营造出来的那种正义凛然，或者是比较严肃那种比较生人勿近的那种状态，然后你会看到他内心比较孩子气的那一面，冷幽默啊，腹黑了什么的这种浪漫，就是他既带有一些孩童式的这种互怼，然后又闪烁的这种智慧的光芒啊，又争辩啊什么的，两个人会用一些很机智的方式，类似于去挑战对方，可能也会去玩一些这种速度的竞争，打游戏或者是猜字谜、数独，这种就是逻辑感还蛮强的游戏，就是只有那个世界里面，你们有自己的语言，你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因为语言它就意味着一种新世界的规则，你们再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出这段关系里的规则，很甜，这个不用多想，就是你跟他融合在一起，靠近相爱，就是一个高度完美的一个存在，写成小说应该会很精彩。其实这个人是，他不会轻易的向别人去展开他自己，但是他对你，他会有种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一种偏爱，这是最甜的一部分，就是很细微很细微，但是一旦你察觉了，你就可以磕生磕死，反正我是磕到了。那以上就是给第二组朋友们的解牌了，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人，并且愿意分享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反馈哦。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个点赞订阅，然后挂个小铃铛哟。欢迎第三组选到巧克力马卡龙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恋人十字牌阵，然后因为太大不能放镜头里，我调整了一下位置，中间这个斜过来的是一个时间流，宝剑二是你这边的情况，然后愚人牌是他这边的一个能量，这个就是八竿子打不走的，两个人恋爱了，特别的神奇。我想想从哪里讲比较合适。首先你遇到对方的时候，你大概率是有情况的，就是要么你在跟一个人冷战，要么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处于关系降到冰点，然后你还不知道怎么从这段关系里面解除诅咒。那对方这个人他一开始有点像看戏的那种感觉，他在玩一个游戏，然后我不能说他第三者，但是他会用他独特的目光来关照着你，他没有想要去截胡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宝剑二绝对已经是关系降到冰点了，但你可能还会有点阴影在身上，你不敢太敞开心扉，然后有点像迎接生命的新篇章一样。那这个人他是超级聪明的，就超级聪明，他类似于没有套路就是最大的套路，他可能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也可能知道了就不说，大智若愚，然后你们俩会有一些就是打开话匣子的时候聊很多，就在对话，这个对话就是在其他人看来完全就不像那种情侣的感觉，就像兄弟像姐妹这种死党之间的，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你碰到这个人一旦就是聊起来了，你就特别的想要去讲话，然后这个讲话也是一来二去，就是对方都能接得住，他这个反应绝对很快，然后脑子很聪明，不会直接给你建议，但是这个人见过很多场面，所以你跟他说什么事情，他都能用他的经验，用他的一些智慧去一一的回复你，就是哪怕是一件很暗黑的，或者是常人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他的回复很让人感动的一点，就是让你能够感觉到他有站在你的立场，而且你可能去回看一些聊天记录的时候才发现，他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对我的理解，他没有直接说一些我理解你，我懂的，你真的辛苦了这种鸡汤的话，这个人不会讲的，他就是超级聪明，就是我觉得这种事就是有点知性恋天花板的感觉，他开始就是以那种思想的光芒先引起了你这边的兴趣的，甚至是有话语的这种积分，然后就确定关系之后就柔情似水的，很多就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就是一种很单纯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如果说是异性恋的话，就是超级纯粹，就我看到不是两个性别的人在对话，就是两张嘴。好吧，这么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其实还是很甜的。就有一个人的出现，你不会觉得跟他在一起，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性别的这种限制，就是两张嘴，就是彼此之间在讲话，甚至有些比较激烈的比较，引起你那种就是表达欲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定要争出个胜负。而且这种时候你其实是不太敢去迈出感情的一个步伐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也可能会释放出一些信号，向对方表示，就是我真的很麻烦，很糟糕，就会无意之间向对方透露出，其实你不擅长谈恋爱，或者即便有感情经历，也蛮难去维持一个长时间的关系的，就一开始就会暴露很多自己的缺点，很难搞，展示给他看，然后对方一开始看到的绝对不是那种你仙气飘飘，或者带有滤镜、带有人设的东西，没有刻意营造的东西，他恰恰就是看到一些你很真实的性格，他就是那种听着，然后回复你我知道啊，
所以呢，然后呢，而且他也会跟你分享就自己的一些感悟啊什么的。大家一开始都会有点像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就剖析出来给对方看的，而且说实话，对方真的没有太在意，就你可能会有点想吓跑这个人那种感觉。但是你的牌面这边有太阳也有月亮，然后其实是蛮割裂的一个情况，可能之前的感情让你觉得就是你架不住这种热恋，你还是处于暗中的一个状态。一旦有很热烈的人出现，你会想我是不是也要很热情啊？我是不是也要很主动一点？就是这种有点胁迫性质的，你会觉刻意去营造那种状态，其实那个不是你的状态。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也在暗处，他也是在暗处的人，他没有想要故意的照亮你，让你去变成那种很积极乐观的样子，他就觉得你暗黑，那你就暗黑好了。你不想说话，那就不想说话呗，我也不想说话，就是这种感觉。有话就说，没话就闭嘴，就两个人关系就是很简单很俏皮的。然后在一起之后，你是能感觉到情感的热烈，或者说只有你们两个人才能感觉到。就很甜蜜的一点是，你们可能会有些秘密的一些操作，骚操作之类的，就超级闷骚的，就是跟语言文字有关的一些操作，比方说会为了对方改昵称，改了800年不改的 ID 名字，就是非常暗中的，只有对方才能够知道的一些讯号，就是很隐蔽。在我看来是一种情绪，就是他没有刻意的去有金钱财务上的这种交流，因为这个东西是虚的，没有很多金钱，金钱只在最后一步，正是要步入婚姻殿堂，那种感觉才会有世俗的能量透出来。就在这一步之前，在婚姻之前，你们都会很小心谨慎的去对应介入对方的财务这个东西，可能因为之前有些事情啊，导致你不能够很轻易的给出这种物质上的一些交集，对方也是懂这一点的，就他超懂的，我觉得他真的超懂。这段感情是两个精灵之间就变成谜语人，我们用的是 DC 卡牌嘛，我尽量讲一些 DC 宇宙的东西，谜语人这种感觉，然后中间这个都是非常对称性很强的3张10号牌，就势均力敌，有你们两个风能量，双子水瓶这种就超级水晶人，两个人打哑谜，真的是配得上的。就你遇到他那一刻，你会觉得这个人灵魂层面上跟你完全平等，很少见能量匹配度这么高的牌阵出现啊，就是没有什么伪装套路，就是很实在，也不是说很真实，就是很接地气。你会发现就是感情恰恰因为没有包袱，就可能越走越稳，也不用刻意去营造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人的话，他想得开了，他可能一开始遇到你之前，他根本也就没想过要结婚呀，谈恋爱什么的，他可能只是因为好奇。这个人他绝对是对你有好奇的，他想去挖掘一些事情，然后带着某种玩乐的心态进入，然后不知不觉可能就被你带进去了，就把自己玩进去了那种感觉，然后被你就死死拿捏住，他也会觉得自己那就不跑了，那就定下来呗。就是这段关系，两个人都会非常自信，因为你们没有把完全的那种关注力都凝聚在彼此身上，就舞台的光是同时打在你们俩身上的，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我觉得你在对方眼里能够找到自己，然后对方也能在你的眼睛里找到自己，他对你没有什么滤镜，但他就是觉得你超级可爱，就尤其喜欢你身上那种比较挣扎但是又不会服输的感觉，他喜欢你身上那种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那种坚韧，我觉得这点很了不起。因为宝剑2的力量其实是带有那种对峙感特别强的，你是一个蛮矛盾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出现会让你更加自洽，你能够更好的接纳自己身上难以理解的那种矛盾感，你不会去专注在这个矛盾感上面，你会把这种矛盾去发挥出它应该有那种价值那种力量。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能谈理论，然后也能实践，就都是理论大师，但是碰到身体上那种接触，实际上也是没在怕的，也可以很猛烈，就是有温情脉脉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就是比较热烈热情似火的时候，然后对方的话就是嘴皮子比较厉害点，然后你这边的话就是实际行动跟嘴上都厉害，就是蛮配的。那如果未来会有类似于就是 AI 去匹配你的伴侣，用大数据匹配，我觉得你们两个绝对是浓度很高，甚至超出100%那种感觉，直接飙到200%。然后尤其是在旁人看来，你们最甜的时候就是一些打情骂俏的时候，就甚至可能会开玩笑的嫌弃对方啊，但是心里面满满都是爱，甚至有种前一天晚上说怎么可能会嫁给他这种人，然后第二天就领证，第二天就结婚那种，了不起。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有趣的人，如果碰到了，欢迎给我反馈啊，这是给到你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挂个小铃铛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